鱼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从北方的酱焖鲫鱼到南方的清蒸鲈鱼，从东海的葱油带鱼到西江的酸菜鱼片，几乎每个中国家庭的记忆里都少不了一盘鱼的身影。逢年过节，鱼更是餐桌上的压轴角儿，年年有余，一句吉祥话承载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鱼的意义远不止于讨个好彩头。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看，鱼可以说是自然界馈赠给人类最优质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先说口感，鱼肉的肌纤维特别短，结构松散，水分含量高，所以入口特别鲜嫩，几乎不需要怎么咀嚼就能化开。这一点对于牙口不好的老人和消化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的幼儿来说格外友好。相比之下，猪牛羊肉的肌纤维粗长，结缔组织多，消化起来需要耗费更多的胃酸和消化酶。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常说吃鱼好消化。再说营养，鱼肉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其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求非常接近，生物利用率极高。每100克鱼肉约含18到20克蛋白质，与瘦肉相当，但脂肪含量却低得多。更重要的是，鱼肉中含有一种对大脑和心血管健康至关重要的物质 Omega-3 脂肪酸、Omega-3 脂肪酸。Omega-3 脂肪酸主要包括20碳5烯酸、EPA 和22碳6烯酸、DHA。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细胞膜的核心构成成分，占大脑灰质总脂肪酸的15%到20%，占视网膜脂肪酸的50%以上。也就是说，没有充足的 DHA 供应，大脑和眼睛的发育与功能维持都会受到影响。多吃鱼真的能补脑吗？多吃鱼，孩子聪明，老人不糊涂。这句民间的老话，背后其实有着坚实的科学支撑。多项大型队列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表明，孕期和婴幼儿期摄入充足的鱼类或 DHA 补充剂，对儿童的认知发育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一项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荟萃分析纳入了多项高质量研究，结果显示，母亲孕期每周吃鱼2次以上，其子女在学龄期的智商测试分数平均高出3到5分。对于中老年人，鱼类的保护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荷兰一项长达10年、涉及约5400名55岁以上中老年人的前瞻性研究发现，每周摄入鱼类的人群，其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明显慢于不吃鱼的人群。海鱼摄入频率最高的人群，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降低了约40%。这是因为 DHA 不仅是大脑的结构材料，还参与了神经递质的传递、突触可塑性的调节以及神经细胞膜流动性的维持。简单来说， DHA 就像大脑神经元之间的润滑油，让信息传递更顺畅、更高效。每周吃鱼2-3次，痛风风险降15%。除了补脑，鱼类的健康收益还体现在另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领域——痛风预防。痛风的本质是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引发剧烈炎症，而尿酸是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很多人以为鱼是高嘌呤食物，痛风病人就该完全禁鱼。这个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核心的发现是，适量吃鱼反而可能降低痛风风险。以鲑鱼为例，每100克含嘌呤约70到100毫克，属于中等嘌呤食物，并非极高嘌呤类别。对于健康人群来说，适量摄入并不会造成尿酸飙升。更重要的是，鱼肉中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具有抗炎作用，而痛风恰恰是一种炎症性疾病。Omega-3 可以通过抑制 NFB 通路等多种途径减轻炎症反应，从而降低痛风急性发作的风险。多项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了这一关系。一项针对美国男性医护人员的大型前瞻性研究，涉及超过4.7万人，随访时间长达12年，发现与几乎不吃鱼的人群相比，每周吃鱼2到3次的人群，痛风发作风险降低了约15%。另一项基于中国人群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适度摄入鱼类与痛风发作频率呈负相关。不过，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个关键词：适量。每周2到3次，每次75到100克，这个量恰到好处。如果天天吃、顿顿吃，
或者专挑高嘌呤的鱼类，如沙丁鱼、凤尾鱼，那就适得其反了。心血管保护，鱼类的另一张王牌。如果说补脑是鱼的小名，那护心就是鱼的大名。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2019年全球约有180万例心血管死亡，与 omega-3 脂肪酸摄入不足有关。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传统上吃鱼较多的地区，比如地中海沿岸国家、日本和格陵兰的因纽特人，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欧美内陆地区。omega-3 脂肪酸对心血管系统的保护机制是多方位的。第一，降低甘油三酯。EPA 和 DHA 能显著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一项荟萃分析显示，每天摄入约2到4克鱼油，可使血清甘油三酯下降25%到30%。第二，抗心律失常。Omega-3 可以稳定心肌细胞的电活动，降低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风险。第三，减轻血管炎症。慢性炎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核心驱动力。Omega-3 代谢产生的 resolvin 等活性物质，能高效地熄灭血管壁上的炎症反应。第四，轻度降压。规律摄入鱼类还与轻度的血压下降相关，平均可使收缩压降低2到3毫米汞柱。美国心脏协会AHA在其科学声明中明确建议，为了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成年人应每周至少吃2份富含 omega-3 的鱼类，如三文鱼、长鱼、飞鱼、沙丁鱼，每份约100克。医生反复提醒，这3类鱼千万别多吃。鱼虽好，但绝非吃得越多越好。在营养学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风险平衡理论，鱼类的健康收益与潜在风险之间存在剂量依赖的曲线关系，适量受益，过量则可能有害。医生和营养专家反复提醒公众注意以下3类鱼，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更应格外警惕。第一类，大型深海掠食性鱼类，汞污染的重灾区。海洋生态系统中有一种现象叫生物富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体内会积累高浓度的环境污染物，其中最常见也最令人担忧的就是甲基汞。大型掠食性鱼类包括金枪鱼，特别是蓝鳍金枪鱼和大目金枪鱼、剑鱼、剑鱼、鲨鱼、方头鱼、马鲛鱼、某些大型种类。这些鱼在漫长的生命周期中不断捕食小鱼，而小鱼体内已经含有微量甲基汞。经过一层层食物链的累积，顶级捕食者体内的汞浓度可以达到周围海水的数百万倍。甲基汞是一种强效的神经毒素，对于成年人大脑少量暴露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症状，但对于发育中的胎儿和婴幼儿，后果则严重得多。孕期甲基汞暴露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与儿童注意力缺陷、记忆力下降、语言发育延迟和精细运动能力受损相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环境保护署 EPA 联合发布的关于孕期和儿童鱼类消费的建议中，明确列出了一张必食清单，建议孕妇、备孕女性和儿童完全避免食用的鱼类正是剑鱼、鲨鱼、大眼金枪鱼、方头鱼。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让你吃金枪鱼，市售的金枪鱼罐头通常使用的是小型金枪鱼，如西鱼、黄鳍金枪鱼，汞含量相对较低。加拿大卫生部建议每周可安全食用不超过170克，约1罐。但寿司店里那种色泽深红、价格昂贵的大只、中只部位，通常来自蓝鳍金枪鱼，建议少吃或不吃。第二类，高嘌呤鱼类，痛风患者的隐形刺客。前文已经说过，适量吃鱼可以降低痛风风险，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但书，不是所有鱼类都适合高尿酸人群。鱼类的嘌呤含量差异巨大，每100克食物的嘌呤含量可大致分为极低小于50毫克，低50到100毫克，中100到200毫克，高200到400毫克，极高大于400毫克，属于高嘌呤。极高嘌呤的鱼类包括沙丁鱼，每100克嘌呤含量约345毫克，属于极高嘌呤食物；凤尾鱼、银鱼干，每100克干品嘌呤含量可高达500毫克以上；鱼皮嘌呤含量约为150到200毫克每100克；鱼子
每100克鱼子嘌呤含量约150到200毫克。对于已经确诊痛风或高尿酸血症、血尿酸大于420微摩尔每升的人群来说，摄入高嘌呤食物后，尿酸在短期内会大幅升高，极易诱发关节剧烈疼痛。医学上称之为急性痛风发作。这不是说痛风患者完全不能吃鱼，他们可以选择嘌呤含量较低的鱼类，如鲈鱼、龙利鱼、三文鱼，嘌呤含量约80到100毫克每100克，并控制每次摄入量，同时避免喝鱼汤、浓汤。嘌呤极易溶于水，久煮的鱼汤嘌呤含量相当高。第三类，腌制和油炸加工的鱼，不只失去健康，还可能增加疾病风险。鱼类本身的脂溶性维生素和 omega-3 脂肪酸非常娇贵，对高温、氧化和腌制过程中的化学成分非常敏感。腌制的咸鱼，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咸鱼是传统美食，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RC 早已将中式咸鱼列为一类致癌物，即对人体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咸鱼在腌制过程中会产生N亚硝基化合物亚硝胺，尤其当鱼肉含有高量胺类物质，如组氨酸时，亚硝胺的生成更为显著。而亚硝胺与鼻咽癌、食管癌和胃癌的发病率存在明确的剂量反应关系。在广东、广西等鼻咽癌高发地区，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童年时期频繁食用咸鱼是鼻咽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建议限制腌制食品摄入。油炸鱼块、面拖鱼，高温油炸会使鱼肉温度瞬间超过180摄氏度。在这样的温度下，鱼肉中宝贵的 omega-3 脂肪酸会被破坏殆尽。同时，高温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丙烯酰胺等多种有害物质。反式脂肪酸已被证实会增加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坏胆固醇，同时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好胆固醇，对心血管系统极为不利。偶尔吃一次街边油炸小黄鱼解馋问题不大，但如果把炸鱼块当成每周的常客，那就等于在用高温和油脂毁掉鱼肉本身的健康价值。鱼要怎么选、怎么吃，超详细的实操指南。上面的内容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困惑。既然有这么多的风险，那鱼到底还能不能吃？答案是能吃，而且应该吃。关键是要会吃，挑选4原则。原则1，优先选小鱼，避开大鱼。鱼类的体型越大，生长周期越长，体内重金属，特别是汞的蓄积量就越高。建议优先选择鲫鱼、鲈鱼、黄花鱼、小黄鱼、桂鱼、桂花鱼、三文鱼。商业养殖的大西洋三文鱼相对安全。鳕鱼、真鳕，注意与鱿鱼区分。柴鱼、小型长鱼、非大型马鲛、罗非鱼、沙丁鱼，虽然嘌呤高，但汞含量低。原则2，看眼、看鳃、看弹性。新鲜鱼的鉴别方法非常直观，鱼眼清澈明亮，饱满突出就是新鲜，浑浊发白、凹陷就是不新鲜。鱼鳃鲜红色或粉红色就是新鲜，暗红或发灰就是不新鲜。鱼身弹性，手指按压后快速回弹就是新鲜，出现凹坑且回弹慢就是不新鲜。气味淡淡的海水味或淡水味就是正常，有腥臭氨味或腐败味就是已变质。原则3，尽量避开各国有共识的限食、禁食种类。结合各国膳食指南，大家应限制或避免的鱼类包括剑鱼、旗鱼、鲨鱼、鱼翅来源、大目金枪鱼、蓝鳍金枪鱼、生食大片、方头鱼、大西洋胸鳍鲷，又称长寿鱼，名字好听，但生长周期极长，汞风险高。原则4，关注来源，本地养殖更安心。中国是世界第1水产养殖大国，像鲈鱼、罗非鱼、草鱼、鳙鱼、胖头鱼等养殖鱼类，处于严格可控的水质环境，饲料也经过检验，汞和其他重金属污染风险远低于野生大型海鱼。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推荐优先选择养殖或近海捕捞的小型鱼类烹饪方法排序。不同烹饪方式对鱼类营养价值的保留程度差异很大，
以下按健康程度从高到低排列。第一名，清蒸，推荐5星。几乎所有鱼类都适合清蒸，最能保留原有 DHA、EPA， 蒸制温度不超过100摄氏度。Omega-3 几乎不损失，用油量最少。第二名，炖煮、水煮鱼汤推荐4星。同样低温烹饪，保留率高，但嘌呤易吸到汤中，高尿酸人群建议吃肉不喝汤。第三名，白灼、凉拌，推荐4星，适合鲜活的深海鱼。鱼生之外的白灼鲈鱼片，注意，淡水鱼绝对不可生食，寄生虫风险极高。第4名，烘烤、锡纸包烤，推荐3星。用锡纸包裹可以避免直接高温炙烤，保留一部分营养，但不如清蒸，不推荐油炸、煎炸，推荐1星。大量损失，还会吸收大量油脂，增加反式脂肪酸，不适合经常吃，不推荐腌制、咸鱼、糟鱼，不建议产生亚硝胺类致癌物、高盐负荷，同时高盐高脂对心血管不友好。清蒸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清蒸鱼时，鱼肉中心温度只需达到63摄氏度，并保持数分钟即可杀灭常见的寄生虫和病原菌，不会破坏鱼肉质感和营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同样建议优先采用清蒸、水煮的低温烹饪法。具体分量参考：普通健康成年人，每周2到3次，每次75到100克，约一副扑克牌大小或一个手掌心的大小。孕妇、哺乳期女性，同样每周2到3次，但必须避开高汞鱼类，可选择三文鱼、沙丁鱼、鳕鱼等低汞种类。儿童1到6岁，每周1到2次，每次30到50克，务必彻底去刺后再喂食。老年人选择刺少的鱼种，龙利鱼柳、鲈鱼、桂鱼、三文鱼，每次约100克。特殊人群的吃鱼指南：孕妇和备孕期女性，这是最需要小心吃鱼的人群之一。一方面， HA 对胎儿的大脑和视网膜发育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甲基汞对发育中的神经系统毒性极强。总体原则：不该吃的坚决不吃，该吃的也要适量。应避免的鱼：剑鱼、鲨鱼、大眼金枪鱼、方头鱼、马鲛鱼；大型推荐食用的鱼：三文鱼、鳕鱼、沙丁鱼、凤尾鱼、章鲤鱼；小型鲈鱼、罗非鱼。美国 FDA 建议孕妇每周食用低汞鱼类的总量不超过340克，约3到4份，且1周内不要同时摄入多种鱼类。此外，孕期应避免任何生鱼或未完全煮熟的鱼类，包括日式生鱼片、寿司中的生鱼、潮汕鱼生、醉虾、醉蟹。原因在于孕期免疫力相对下降，一旦感染李斯特菌或寄生虫，如异尖线虫、肝吸虫，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婴幼儿和儿童给小朋友吃鱼，核心关键词只有一个：安全。第一，鱼刺是最大的隐性危险。3岁以下儿童的咽喉部肌肉协调能力不够，一旦鱼刺卡喉，不仅痛苦，严重时可能刺破食管，损伤大动脉，危及生命。所以给小朋友吃的鱼首选龙利鱼柳、三文鱼、鳕鱼、桂鱼等刺少肉厚的品种。即使如此，家长也不可掉以轻心，要用手一寸一寸捏过鱼肉，确保无刺。第二，控制频率和分量。1到3岁的幼儿每周1到2次，每次30到50克即可。无论什么鱼，儿童的汞耐受量远低于成人。第三，不要给孩子吃油炸鱼，油炸会使鱼肉热量大增，长期食用容易导致儿童肥胖，而且某些油炸鱼块，如市售速冻鱼排中可能添加了过多钠和磷酸盐，也不适合儿童的肾脏。老年人吃鱼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鱼肉的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肌少症。HA 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 EPA 有助于心血管保护。但对于老年人，有2个特别的注意事项。第一，选择刺少的鱼，鲈鱼、桂鱼、龙利鱼、三文鱼、鲟鱼等几乎无小刺，非常适合老年人食用。相比之下，鲫鱼、草鱼和鲤鱼的小刺特别多，老人如果牙齿不够好，味觉灵敏度下降，容易误吞。第二，控制钠摄入。老年人普遍血压偏高，吃鱼时烹饪口味要清淡，
咸鱼和外卖的红烧鱼往往盐分、酱油和糖含量都很高，不利于血压和血糖控制。清蒸、白灼或炖煮，保持原汁原味最理想。痛风、高尿酸血症患者，痛风患者常常陷入吃鱼与否的两难境地。其实，只要掌握以下3个黄金法则，完全可以放心摄入鱼类的益处。法则1：选择低嘌呤鱼种。嘌呤含量较低的鱼类包括三文鱼70到100毫克每100克，鲈鱼约80毫克每100克，龙利鱼、黄花鱼、罗非鱼。法则2：急性期严格控制，缓解期适度放开。当血尿酸已控制达标，小于360微摩尔每升，且关节没有红肿热痛时，可以每周吃1到2次低嘌呤鱼类，每次75克左右。法则3：不要喝鱼汤。大量研究表明，煮鱼后的汤汁嘌呤含量可能超过鱼肉本身的3倍以上。因为嘌呤极易溶于水，所以高尿酸人群吃鱼时，请老老实实吃鱼肉，别喝汤，尤其是酸菜鱼底汤。此外，鱼皮、鱼内脏、鱼籽、鱼白精巢都要避开。这些部位的胆固醇和嘌呤含量非常高，对尿酸和血脂的双重控制都不利。肾脏病患者、慢性肾脏病、CKD 患者的饮食限制更多。鱼肉虽然是优质低磷蛋白的良好来源，蛋白质利用率高，磷负荷相对低于红肉，但当肾功能已经很差了，如 CKD4 到5期，正在透析，需要控制每日蛋白质总量的摄入，因此不能无限制的吃鱼。一般来说呢，透析患者每周吃1到2次鱼肉是可行的，每次约50到75克，但最好由临床营养师做个体化评估。此外，某些鱼类如金枪鱼、三文鱼钾含量偏高，对于肾功能严重不全伴高钾血症的病人，需要控制在更少的频率。吃鱼常见的误区，你中了几个？误区1：所有的鱼都补脑，吃得越多越聪明。真相并非所有鱼都含有足够的 DHA。DHA 含量较高的鱼主要是深海冷水鱼类，如三文鱼、掐鱼、沙丁鱼、凤尾鱼、飞鱼。淡水鱼类也含有 DHA， 但总体含量偏低。此外，如前所述，大型掠食性鱼类汞风险高，吃多反而有害。误区2：鱼越大越有营养，越值得买。真相：鱼的营养价值与体型大小并无直接关系。小型鱼类如沙丁鱼、凤尾鱼，恰恰因为生命周期短，汞含量低，反而是更安全的选择。而且有些鱼，如大黄鱼、鲳鱼越大肉质越老，小个头的反而更鲜嫩。误区3：鱼生、刺身更新鲜、更安全。真相：大型海鱼确实比淡水鱼寄生虫风险低，但并非零风险。海鱼中可能存在的异尖线虫幼虫，如果进入人体消化道，会引起腹痛、恶心，甚至肠壁穿孔。异尖线虫病，国内多起案例都与未经冷冻处理的海鱼刺身有关。正确的做法是，只有经过超低温冷冻零下20摄氏度以下冷冻7天，或零下35摄氏度冷冻15小时处理过的海鱼才适合生食。而且淡水鱼绝对不能生吃，肝吸虫、华脂高吸虫感染风险极大。误区4：鱼汤比鱼肉更有营养。真相：这是中国家庭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从营养成分来看，鱼汤中虽然溶出了一部分游离氨基酸、肽类和矿物质，但真正的蛋白质、DHA、EPA、维生素 D 等核心营养物质绝大部分仍然留在鱼肉里。如果你只喝汤，不吃肉，等于丢弃了鱼身上最精华的部分。尤其对于需要补充营养的产妇和术后病人，只喝鲫鱼汤不吃鲫鱼肉，反而达不到促进恢复的效果。误区5：海鲜过敏的人不能吃鱼。真相：这是一个重要的误区。海鲜过敏通常是对虾、蟹、贝类等甲壳类中的原基球蛋白过敏，而鱼的过敏原小氢蛋白 parvalbumin 与甲壳类是完全不同的蛋白质，两者可以互不交叉。极少数严重的海鲜过敏者也可能对鱼过敏，但整体比例较低。如果只是对虾蟹过敏，通常可以安全吃鱼。不过第一次尝试时还是建议小量试吃，观察反应。
世界各国及地区的吃鱼建议对比。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更直观的全球视角，下面对比了主要国家、地区和权威机构的吃鱼建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每周2次，每次75到100克，优先选择鱼虾类，提出无刺鱼可选用，建议清蒸，限制腌制咸鱼。美国 FDA EPA 2021版，每周2到3份，每份约120克，总量约340克，明确最佳选择，可接受，避免食用3级分类。孕妇和儿童避开剑鱼、鲨鱼、方头鱼、大眼金枪鱼。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 每周1到2份鱼，约150到300克，其中1份为富含脂肪的鱼。孕妇每周摄入 EPA 加 DHA 约需250毫克。重金属监控严格。日本厚生劳动省建议每天吃鱼1到2次，总量约80到150克每日。日本人的传统鱼摄入量全球最高。特别警示：孕妇每周剑鱼、金枪鱼不超过1次，约80克，避免鲨鱼肉。英国 NHS Scotland 每周至少2份鱼，约280克，其中1份是油性鱼，如三文鱼、掐丁鱼。提出很多鱼可能含有低水平汞，但除非孕妇、哺乳期，不必太过担心。澳大利亚、新西兰发散子每周2到3次，每次约100到150克，孕妇每周不超过2到3次罐装金枪鱼、鲫鱼罐或1次新鲜金枪鱼。从内容能够看出，世界各国尽管饮食文化差异巨大，但在吃鱼的基本原则上却高度一致。第一，适量，每周2次左右，而非越多越好。第二，注意鱼类种类选择，大型掠食者少吃或不吃。第三，烹饪方式以清蒸、炖煮为主，避免过度加工。第四，孕妇及儿童需要特别规避高汞鱼类，每天吃鱼行不行？看看日本人的经验。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日本人是全世界吃鱼最多的国家，他们怎么没事儿？日本确实是一个吃鱼大国。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0年发布的国民健康与营养调查，日本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鱼类和贝类约70到80克，也就是说，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吃鱼。但日本人的总体健康状况确实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预期寿命世界第一，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远低于欧美，中风和心肌梗死亡率较低。那日本人的模式是否值得彻底复制？答案并非如此简单。日本人的饮食模式有以下几个独特背景。第一，日本人吃的鱼种类极为多样化，既有货鱼、鲳鱼、沙丁鱼、秋刀鱼等小型鱼，也有金枪鱼这样的大型鱼。他们几乎不会长期只吃一种鱼。物价高企的大环境下，东京一盒蓝鳍金枪鱼刺身价格高达数千日元，普通家庭也不会天天吃。第二，日本的烹饪方式多样且相对健康，生鱼片、刺身、烤鱼、盐烤、味噌烤、炖鱼、煮鱼是3大主流，油炸天妇罗的比例并不高。生食方式保留了鱼肉全部的 omega-3 活性成分，因为完全不加热。第三，日本卫生部门发表的警示也不容忽视。厚生劳动省每年都会发布孕妇与婴幼儿的鱼贝类汞的注意事项，明确提醒孕妇，特别是备孕期和早期，每周蓝鳍金枪鱼、大目金枪鱼和剑鱼等不得超过1次，每次约80克。也就是说，即便在日本这样一个天天吃鱼的国家，大型深海鱼仍然是需要限制的。两者的规律并没有矛盾。吃鱼的3层境界，结合营养学知识与传统饮食智慧，可以将吃鱼总结为3个层次。第一层，吃多少2到3到75法则，最实用的记忆方法，每周2到3次，每次75到100克，这是中国、美国、欧洲等多国膳食指南一致推荐的范围。第二层，吃什么看大小法则，优先选择生长周期短、体型小的鱼类，沙丁鱼、坎的鱼、秋刀鱼、鲈鱼、鲫鱼、黄花鱼、罗非鱼，尽量避开大型掠食者，鲨鱼、剑鱼、方头鱼、蓝鳍金枪鱼。对于中等体型但广受欢迎的三文鱼、大西洋养殖、
是目前公认的高营养、低风险均衡选择。第3层，怎么做？蒸、煮、烤3自觉。清蒸保留最全的营养，水煮、白灼、鱼汤次之。锡纸包烤也是不错的选择，尽量避免油炸和腌制加工。写在最后，鱼一直是人类餐桌上不可替代的营养珍品。从促进儿童大脑发育，到保护中年人血管畅通，再到延缓老年人认知衰退，它在膳食中的角色不断被科学证据所肯定。但同时，科学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食物都有其剂量的边界。鱼虽好，却并非多多益善。大型深海鱼的汞风险、特定鱼种的嘌呤问题、加工的盐脂隐患，这些都是吃鱼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最关键的并非要不要吃鱼，而是如何科学地吃鱼。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远离极端化的观点，吃鱼万能或者鱼都有毒，回归适量、多样、清淡烹饪的朴素法则，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愿你和你的家人都能享受鱼肉的美味与滋养，用得科学，吃得放心。